15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神药，癫痫、出血、挫伤、呕吐等无所不治。这种棕色粉末可掺进饮料里，做成药膏，或者直接口服。它叫做 Mamiya， 由人肉干磨碎制成。食人族一词起源于哥伦布时代，实际上这个词可能是哥伦布创造的。在登陆瓜达鲁佩岛后，哥伦布在给西班牙女王的首次报告中，描绘了当地土著人的友善与和平。但他也提到了加勒比族的传言，据说他们会袭击并主食俘虏。于是，伊莎贝拉女王颁布了允许抓捕和奴役食人者的命令。岛上的黄金几乎被掠空后，他开始将抵抗者划为加勒比人。久而久之，加勒比人 Carib 变成了 Cannibal， 最后演变为食人族 Cannibal。这个词一开始是殖民者对原住民的非人化描述，之后成为对所有食人者的统称。虽然该词的由来缺乏有力证据，但人类相食确实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。食人方法多样，如 Mamiya 就无法辨别所用人体部位。食人的理由也多种多样，历史上许多时期都有为了生存而食人的记载。当遭受饥荒、封锁或者远征途中遭遇挫折时，人们只能被迫吃死人或饿死。但在很多文化中，食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足为奇。由于类似哥伦布的错误记载，我们很难透彻了解食人在文化中有多常见。但仍有一些例子表明，有些文化接受食人行为，比如中世纪的医用食人法。在15世纪，Mamiya供不应求。一开始，商人从埃及偷盗木乃伊，但不久之后，木乃伊无法应对需求的激增，投机者便从欧洲的墓园偷盗尸体，制成药粉。Mamiya疗法持续了几百年，它被列在著名医药百科全书《默克索引》中，直到20世纪。欧洲常见的人肉制品远不止磨碎的木乃伊，血液和血粉都曾被用来治疗癫痫，而肝脏、胆结石、人脑提炼的油以及磨碎的心脏都是很受欢迎的药材。在中国，文字记载的食人现象要追溯到2000年前。最具代表性的是父母食用子女的肉，成年的子女会献出身上一部分肉给父母吃，这通常作为治疗病危父母的最后手段，但对于子女并不是致命的。这些肉来自于大腿，也有较少的情况下来自手指。食人葬礼仪式是另一种被文化认同的食人形式。或许最著名的例子是新几内亚的法雷人。20世纪中期，很多法雷人会尽可能提前公布自己的葬礼偏好，有时会请求家庭成员们在自己死后一同吃掉自己的尸体。虽然这些仪式表达了对死者的敬意，但也传播了一种致命的疾病——库鲁病。在虚构故事、可证实的做法和我们贫瘠的知识中，食人的历史尚未有统一的说法。但我们知道，人类同类相食、自愿被吃以及指控他人吃人已有数千年之久。观看这些视频，不断学习，别忘了订阅，永远不要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。